别看了，这是末班车。你怎么还在？我站在你后面，你上不去，我当然也上不去。抱歉。你应该说谢谢。你们宿舍其他人呢？不知道。那我先走了。喂，我没能上去，我和聂曦光在一起。好。你舍友打来的？蓉蓉呢？那你这样说不好吧？哪里不好？他说什么？他们已经上公交车了，叫我们打车。那就打车吧。我没带钱，只有小凤给我的坐公交车的硬币。你有吗？我也没有。那怎么办？走路。你没有参考我给你找的资料。哦，那样总归不好。哪里不好？毕竟是你找的资料。我找的，为什么不可以？所以跟我的论文思路不符。是吗？只是因为这个原因？不然会是因为什么呢？难道要我说，因为这些资料你是为了蓉蓉才找的吗？你先走吧，我走不动了。你不用等我。你怎么穿这种鞋子出来？只顾漂亮，一点都不……我没想到今天要走路，而且这就是普通的鞋子。今年流行啊，我们宿舍每个人都有一双差不多的。蓉蓉今天穿的也是这种细跟。是吗？我没注意。庄旭，你是不是很看不惯我？觉得我整天不努力，又懒散，还娇生惯养？是的。
其实小时候，爸爸妈妈忙的时候，我也被扔在乡下奶奶家好久的，照样过得很好。我可能的确是懒散了一些，但是这就是我的天性。这样并没什么不好吧？每个人一定都要有什么大目标吗？自己过得开心又不妨碍别人不就好了？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呢？有一个测试，问你如果吃葡萄是先吃大的还是先吃小的？我应该就是那种先吃大葡萄的人吧。如果先把小葡萄吃掉，说不定就没有胃口吃大葡萄了呢。如果从来没有大葡萄呢？不，有过的，只是唯一的那颗大葡萄被我气跑了。被他气跑了，是蓉蓉吗？他会再跑回来的。真的吗？他这样，好像我的回答很重要似的。可是我又不是蓉蓉。真的。庄旭，怎么？没什么，随便叫叫。真的随便叫叫。再走几步路，好像有卖鞋子的地方。你换一双鞋子。这么晚还有人摆摊？就算有人摆摊，也买不了啊。我没带钱，你不是也没带吗？我就这么走吧，不是鞋子的关系。往那边走了。再见。我送你到楼下。不用。也许不是为了送我，难道蓉蓉在宿舍楼下等他？庄旭，
是头发短点，穿白色更好看。还有呢？没有了。熟悉的吵闹，并肩走的路还会有多少？你我都装作不知道，珍惜我上去了。哪怕一秒，微笑像糖衣过什么烦恼？柔软的流星为平常不知晓，太懵懂的承诺淹没在飞机的呼啸。张旭，或许某天你也会回到这里，想起某个我们曾一起的场景，我也许藏在熙攘人群，路过你的背影，你要再见了，张旭。知道你会一直在某个地方就好了，然后从此以后不喜欢你。海阔天空。呀，姐，姐，你走快点儿！你长那么大就别跟我耍赖皮了好吗？我哪有？我被骗了都不能抗议一下吗？你明明说好7月份才出去的，今天才几号？我才拿到毕业证就被你拉上飞机，我国际漫游都来不及开通，出了国都没法打电话了。丽丽，我这不还是为了你好？你不恐飞嘛，所以我故意说晚几天，你还来不及担心害怕就上飞机了，这对身体多好啊！我因你生我吧？因你生我你的头！哎，姐，哎呀，别闹了，姐。别让我走吧，也得赶不上了。哎呀，谢谢。我知道你一朝飞机抖，10年怕飞机，马上起飞了就不用怕。我那次不是普通的抖，是灵魂出窍的抖。为什么起飞了就不怕了？啊，你既不晕机也不恐高，不就是怕死吗？起飞了就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了，你想太多有没用。到底为什么要答应舅妈跟你一起出去玩啊？哎，有的玩还闲了。跋山涉水看一处风景，就像千辛万苦追寻一段感情。姐，拿出来你的勇气来看风景吧，姐。哦，那你看完风景了呢，就走了？那不然还住风景里啊？所以你得到感情也走了吧？你这个花花公子！什么东西？姐，我们来合照，出发留念。哎，你别拍，别拍，万一变成遗照了呢？姐，您要拍阿姨照片啊？啊，对啊。哎，小姑娘，哎呀，我被你吓的，一路上都没敢睡结实啊。哎呦，对不起，
需要我们帮你提行李吗？哎，不要了。对不起啊。走吧。走，出发喽！出发！跟我走，快点，走。你这方向，成了。姐，你玩过网游吗？玩过。那你说说你现在像不像跟宠？人家跟随宠物还能帮主人捡点东西啥的，你连拍照都有的时候没有头。啊，意外。再看看我帮你拍的，每一张都貌似天仙啊！我不管了，我要摆烂。剑桥的游学课程下周1才开始，咱们还能自由的玩3天，这3天的行程都由你来安排吧。下周1才开始啊！你果然提前出发了好多天。我这不还是为了你啊？我？对啊，因为我发现你有毕业离别情绪低落症，所以我就琢磨着，不如早点跑出来，换个环境散散心。我的一片良苦用心，你是一点都没……哎，干嘛？哎，姐，你好好说话，你不要乱动手啊！我知道这有点感人，但你也不能这么随便抱我。江蕊，谢谢你。搞这么客气，你开心就好了。很开心，真的？真的。而且我还想明白一个道理。是吗？就是这几天我们看过很多风景啊，可是再美的风景，匆匆看一眼就要走了，要头也不回的，毫无留恋的告别，因为它不属于我。突然文艺起来，急什么？咱们都还年轻呢，总会有属于自己的不动产风景。什么鬼？不动产风景？对啊，写着你名字的不动产风景。那好吧，接下来几天就我来安排。下一个目的地，温德米尔吧。出发！出发！你这照片怎么越拍越瘦呀？你是去欧洲游学的，还是去减肥啦？欧洲的东西有多难吃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本来以为吧，起码他们蛋糕能好吃，结果甜的我一个无锡人都受不了。不过你放心吧，我回国半个月就吃回来。不要报复性饮食，正正常常吃饭就好了。玩了2个月了，回来要定定心，好好上班了。事务所前2天还打电话来问你要不要去上班呢。哎，对了，你之前不是说自己要去找工作吗？找的怎么样了？有一家苏州的，还有2、3家南京的公司给我 offer， 不过只有苏州的说9月份可以入职，其他的说到时候有岗位了再通知我。都是些什么公司呀？南京有一家会计师事务所，一家外资500强，还有一家药企。苏州的呢是一个民营生产企业，生产光伏板的。苏州哪家？叫什么呀？双远光伏科技。我和你爸爸离婚之前，远程投的。远程占49%，盛远占51%，所以叫双远。说到这个，有一件事情我要转达一下。
啥？不会，那个南京的什么公司，我们家也有份吧？你放心，没这个实力。哦，你在欧洲的时候，你爸爸来找过我，他希望你去远程工作，当他的接班人。宋总好，请。一会儿我们见的是盛远集团副总裁盛仲凯，还有其他一些中高层。我带你在他面前露个脸，以后打交道会方便很多。郑总，好久没见了，盛远也有大动作，恭喜恭喜！确实好久没见，正想你呢。坐。前段时间汇发银行的艾瑞过来，还特意跟我提起你，说是宋总你一手带他入的行。他挺努力的，几年前汇发要搞 to B 业务，硬从我这儿把人要过去。当时我还劝过他，汇发连 to C 的房产按揭业务都一直没搞明白，B 端的开发贷款配套服务呢更是一塌糊涂。不过他还是很优秀的，过去这么短时间，他能够做到现在这样，已经是很不容易了。毕竟业务班底太新，没什么经验。年轻人做事还是很有冲劲儿的。我看了他们团队策划的方案，考虑的很周全，而且利率很有竞争力。那是盛总还没有见过我们团队给盛远所提供的方案。我们给客户提供的低利率，在整个行业中有目共睹。宋总带的人一个比一个出色啊！江宁大学优秀毕业生庄旭，我们部门最有潜力的新人，以后还请各位大佬多多关照。还好我们今天也有大帅哥在，要不然都要被你们华亚给比下去了。这是我们投资拓展部的林宇森，林总，宋总还没见过吧？的确第一次见，一表人才。一直觉得庄经理面善，刚想起来，原来是半年前我们去南京招聘，在招聘展会上见过一面。还有这事双全，你还给盛远投过简历啊？不是，庄经理当时是帮其他同学投简历，不知道那位同学最后有没有来盛远。他出国留学了，那真是遗憾。苏州，我来了。手续基本都办好了，胸卡、工作服什么的，明天你来领一下。一会儿呢，我带你去财务部报到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琪琪，哎，正好你在，把你们部门的新人带过去呗。哦，好的。你好，你好，跟我走吧。哎。我叫欧琪琪，你叫我琪琪好了。啊，沙琪玛的琪。我叫聂西光，晨曦的曦，光芒的光，听着有点像捏西瓜。我同学也叫我西瓜，这么巧。嗯，这些是我们公司的介绍。我们公司是05年建的，主要做光伏电池和组件出口。这边。数据单和发票核对好了吗？琪琪。你好。办公室只有这个位置空着了。哦，先把你行李箱放这儿吧。办公用品和电脑估计要明天才送来了。好。我带你去见见我们主管，吴总人很好的。请进。吴总，我带新同事来了。您好。你好，你也西光是吧？嗯。是今天来报道。嗯。学历挺好的，好好努力。小欧啊，你先带一下他，学习一下财务系统和公司规章制度。车间也按惯例安排去几天。嗯，好。你再去食堂打点饭吧。行。你好。
新室友，你来的好快啊！宿管科才刚刚给我们打电话说有新同事入住，帮你拿行李啊。啊，谢谢。我刚刚领了一下被褥，就直接上来了。你们好，我叫聂希光，今天刚入职财务部的。我叫英杰，管理部的。万雨华，市场营销部的。你好。那你看看选哪张床？就这个吧。行，我帮你。哎，谢谢。我们3个都是倒霉蛋啊？怎么？要是早点报到的话，就能入住前面一栋了。那都是2人一间，带洗衣机、冰箱的。大学毕业就能申请，可惜呀，入职晚了一步。哎，希光，你是应届毕业生吗？你今天才入职？我以为我7月底入职已经够晚了。当时招聘说可以9月份入职，我就出去留了2个月。什么？还能9月入职啊？人事怎么没跟我说呀？我也想玩2个月再上班，一毕业就工作，都没有过渡期的。可能因为你们是不可或缺的人才。行啊，姐妹，你居然一眼看透了我的本质。就冲你这句话，本人才决定请你吃饭，接风洗尘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还不知道食堂在哪里呢，等拿到饭卡，我请你们吃饭。那走吧，现在食堂人应该不多，回来再收拾吧。我们公司的食堂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，保管你1个月胖3斤。来，门口有秤，先记录一下现在的体重。啊？走，我们抓紧点时间啊！快点，快点，我要来不及了。你日理万机，国庆也没有时间，所以主动没有联系你。啊，不用了，我已经回苏州上班了。好了吧，不说了，我有点事情要处理。英姐，啊，你快把这个秤扔掉，它坏了。有没有可能？是你国庆节回家吃胖了吗？我们财务部2号才放假，4、5天的时间，怎么可能吃胖4、5斤？罪魁祸首就是食堂。现在懂我说的了吧？什么情况下会长胖？不是因为食堂好吃，是因为食堂特别难吃，导致我们心里不满足，回去要吃零食、煮泡面，周末还要出去打牙祭，这不妥妥长肉吗？我再也不跟你们一起出去吃饭了。昨天我说不出去，一定要出去的还不是你。胖就胖吧，这地方鸟不拉屎的，也没什么恋爱好谈，减肥干嘛呀？就是说，上班好无聊，还不如学校。学校好歹是3点一线，现在居然是2点一线。就是啊，关键是没帅哥啊！我来这儿3个月了，一个帅哥都没见着。果然。恋爱还是要在学校谈的，一出社会，帅哥都被稀释了。又说帅哥，我们英姐永恒的话题。嘿嘿，哎，其实我们厂区有几个男同事不错的，就是跟我们没什么接触。哎，一手消息哈，我们行政楼这边啊，马上就有大帅哥来啦。哪个部门的？你顶头上司。你说新的副总经理？对。我有个同学啊，在上海盛源总部打电话过来说，他们盛源的头号帅哥、投资拓展部的头头林总就要调到我们这边来了。然后呢，
我就那么八卦了一下，单身哦，而且啊还说他以前是三甲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，人帅气质又好，特别有风度。他干嘛外科医生不做，来我们这儿？那我就不知道了呀。总部的部门经理调到我们这儿当副总，算升还是降啊？这还真不好说哈。哎呀，这些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帅啊！可是他又当医生又当部门经理的，怎么也应该人到中年了吧？旭光，你是会扫兴的。吃饭吧，吃饭吧，吃完回去追剧了。我家仔仔真的是越来越有味道啦。哎呀，我怎么没有缓存这一集啊？我是猪吗？不可能啊！我今天中午明明在办公室缓存了这一集。完蛋了，这宿舍的破网还没有修好，看一秒卡3分钟，让我死了吧！明天再看吧，或者跳过这集啊。那怎么行？网上说这一集有3场吻戏。这样吧，我们石头剪刀布，谁输了谁带电脑去办公室下。你家偶像的电视剧为啥要我们去下？就是，你们都白看好几集了，去下一下就哇哇叫。做人不能这么样子的呀，姐妹。理论上来讲，我们陪看也是要收费的。但是谁要我们善良呢？那就石头剪刀布吧。石头剪刀布。什么鬼？网线松了。You are the sun in my life.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.我好像没有见过你，你不是我们公司的吧？怎么在这里？我好像没有见过你，你不是我们公司的吧？怎么在这里？没见过我。你当然没见过我。
你终于回来了，怎么这么慢啊？我刚刚在办公室缓存，忽然来了个男人，又莫名其妙的走了。艳遇，帅吗？你被抓包了？谁呀？哪个部门的？不会告诉领导吧？不认识是谁？应该不是我们公司的，不然我对他肯定有印象。算了算了，看剧吧。快来吧，我们家仔仔的盛世容颜。天呐，西光，下午我们副总经理来了，惊天地气花痴啊！你快来看。西光，你也太好色了吧，这么快就跑过来看帅哥了。大姐，你看看几点了？我们2个下午要去厂里开会，财务部派了我，你们管理部派了你。对呀，原谅我吧，被美色冲昏了头脑。哎，看，副总办公室，大帅哥。我进门就看了，美人。不会吧？我没看到他出门啊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又高又帅大长腿？英姐，完蛋了！怎么了？难道你对林总一见钟情了？从此万劫不复，彻底完蛋了。你正常一点。走了，去开会。那到底是什么完蛋了吗？我是说我的职场之路完蛋，都怪3场吻戏。啊？张总和林总也去厂区啊？要是能带上我们就好了。别做梦了，我们只有11路公交车。喂，西光，你去哪儿了？到处找你。不是让我去厂里开会吗？怎么了？今天早上盘账，发现账目对不上，刚查出来是放假前的一笔应付账款，操作转账时把美元当人民币金额给付出去了。哪一笔啊？一笔电池封装胶膜的付款，你还有印象吗？你开的张啊？我有印象。那天你们都下班了，只有我跟琪琪在，采购部的人冲进来让我们加急做的。哎呦，太好了，你们还没走。哎，欧琪琪，有几笔原料采购得加急付款，我们老大说了，最晚后天得付出去。我这都下班了，电脑都关了，你这么着急怎么不早点啊？琪琪姐，我叫你姐了，你帮帮忙，我们老大什么脾气你不知道，啊？行吧。西光，那在你电脑上做吧。好呀。3笔都是一家公司的，放心吧，没问题的。
嗯，好。琪琪姐，谢谢啊！明天请你喝奶茶。奶茶就不用了，下次别让我们加班就行。一定。西瓜，拿你的章盖一下吧。好。明天还得吴总审批，然后才到春娜那边。没事，我一个亲自跑来得及。你先去人了。这家供应商是外资控股，虽然是境内付款，但是结算一直都用美金。这次好几笔一起付，其他都是美金。不知怎么有一笔合同签的是人民币，但采购部提上的单据还是美金。他们录入的时候弄错了，你们做账的时候也没仔细看附带合同，就那么通过了。照理说这么多道审核不该出错的，偏偏就是都没注意，小概率事件捅了大娄子了。你赶紧回来吧。这事儿肯定是你们财务部担责呀！你抄送邮件的时候通知我们采购部干嘛呀？是想甩锅甩到我们采购部头上吗？抄送邮件是想看看我们公司内部怎么配合，能最快的追回款项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抓紧时间解决问题，而不是先追究这是谁的责任。解决问题？哎，你们财务部捅了这么大娄子，要怎么解决问题啊？出了问题不去追责，想让我们采购部一起处罚吗？我们捅的娄子，窦成，你别太过分啊！你们采购部打过来的原始单据上就是美元，系统流程里也是美元，怎么你们想把责任全部往我们头上推？我们后面可是有合同复印件的啊，上面明明写的是人民币，是你们财务不核对，是你们工作不到位。你这是倒打一耙。我们当然应该核对，但是你们采购部也是一人经手一人审核的，你们怎么没核对出来呢？这合同还是你们签的呢，你们没核对出来，我们就一定要核对出来。到底最初的责任在谁呢？先别激动，这笔账又不是你们做的，这么着急干什么？谁做的谁负责。这盖章的不是叫聂希光吗？是哪个？没听说过，是个新人吧？我是实习经办人，小聂刚来没多久，不熟悉业务，只是挂了名盖了章而已。窦成，你那天求着我们加急的时候没看到，少玩这种肮脏手段啊！我是聂希光，财务部的责任是我的，我认，但其他源头上的错跟我们财务部没关系的，我是绝对不会认的。你认？你认个屁呀！你1年的工资都抵不了这笔款的零头，还你认？装什么装在这？刚刚我们看的是组件生产线，前面就是电池生产线，技术部实验室也在电池厂里。啊，我带你去看看。那边建到一半的是2期厂房吧？对，已经停工很久了。光伏的路实在太曲折了。我们公司05年成立，就前3年最顺心，那时候产值暴涨，每年的利润都过亿。紧接着08年金融危机来了，总算熬过去了，才好了2年，双反又来了。这下欧美市场直接全军覆没。我们厂算幸运，还有一些国内单子撑着，很多厂已经宣布破产，轻退出行业了。这2年的光伏行情的确焦灼，张叔独立支撑到现在，实属不易。来之前，外公还叮嘱多给你学点东西。我哪有什么本事啊，谨慎保守罢了。从10年开始，我就一直严控产能，公司也不再招人了。今年行政部门因为效益不好，还走了一些，不得已招了几个应届毕业生补充。这时节招人，在行业里也算少见了。哎，雨森，我听说你是主动要求从总部调到双远的？是的。为什么？我记得去年在总部关于是否扩建2期厂区的决策会议上，你和我是一样，都是投了反对票的。我想张叔也和我一样，反对的是那个时间节点，并不是反对扩产这件事。现在我会向总部申请来双远，当然是觉得转机已到。好，说来听听。张叔，这是考我了。其实，纵观全球整个光伏发展史，无论是美国的100万屋顶计划，还是德国发布的可再生能源法，推动光伏发展的力量一直来自上层。这是全球能源战略的一部分。对我国来说，发展清洁能源
减轻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是必然也是必须的，绝不可能放弃。国家近期发布了一系列光伏发展规划，给出的信号很明朗，要发展国内市场了。那么你这次过来，总部的意思是继续扩建？对，总部会把第3期工程款尽快拨过来，不过后续资金缺口还是要自己解决。张叔，远程那边第2笔工程款到账了吗？还没有。这是技术部。张总，你们华总呢？啊，在实验室呢，说是马上过来。张总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新来的副总经理林宇森林总，这是花向阳花总，澳大利亚西南威尔士大学光伏工程学院的博士，是我们 PERC 技术研发负责人。啊，你好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刚修设备来着。没事。设备又坏了啊，问题不大，小毛病，修修还能用。我正要找您呢。我们实验室电池转换率有小突破，但是还没法完全稳定下来。有小突破，都是大好事。走，我们去实验室看看。走。林总，财务部和采购部出现了一个大纰漏，现在吵起来了。想让我们采购部配合也可以，你们先出一个邮件说明一下，因财务部的纰漏付错款，现请求采购部配合沟通供应商。强调一下，配合追回货款不是我们采购部的本职义务。什么叫不是你们的本职义务？你们就打算赖到底了是不是？喂。哦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都别吵了，事情已经升级，汇报到林总那儿了。别慌张，既然上面接手了，就一定能解决的。喂。太好了，谢谢啊。嗯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管理部的王主管说，林总亲自和对方公司沟通，把钱追回来了，对方答应明天之前打款。他说，他让我们现在就去管理部，林总要见我们。里面那个有点秃顶的，就是采购部部长莫总，他也被林总喊过来了。他好像很拽，不怎么把林总放在眼里。他以前在盛源总公司的，双远刚成立就来了，副总换了3任他都没换过，资格很老，听说在总部有大靠山。琪琪，你要升主办会计了，等会儿林总要是问起，你就说这笔账是我做的吧。那不行，你还在试用期呢，万一林总不高兴，把你开了怎么办呀？我不怕的。希光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但咱们要实事求是，对不对？事实怎么样就怎么说，这样才问心无愧。你们吴总呢？吴总今天出差，已经知道了这件事，正在赶回来。以后告诉你们吴总啊，招人的时候把眼睛擦亮亮。你看看招的这些都是什么人，净给公司惹麻烦。要不是林总及时把钱追回来，
把你们卖了都不够赔。这事我是有责任，但也是你们采购部先弄错，还催着我们加急付款。对不起啊，莫总，我们下次会注意的。谁给你的胆子这么跟莫总说话的？提醒一下，莫总，人口买卖犯法。林总啊，好心态呀，还有心情开玩笑。你呀，就是太年轻，又是学医出身，恐怕在管理员工这块不精通。像这样的底层员工，你不严厉一些是不行的。再历练几年，你就知道了。受教了。嗯。对了，你叫什么来着？聂希光是吧？回头啊，我跟你们吴总说一下，像这种没上没下的员工啊，尽早送走吧。坐。初来乍到，你们就给了我一个惊喜。正规院校毕业的财务，弄错货币单位。聂希光。对不起，林总，我以后一定会小心的。不用以后了。这位聂小姐，我觉得你显然不适合从事财务相关的行业。不会吧？难道他也想开除我？林总，从即日起调到管理部。调到了管理部啊？对，明天去报道。我们公司的管理部是直接对总经理和副总经理负责的，那以后林总就是希光的直系上司了。也好吧，在林总那边，莫总多少都会收敛点，不然我真怕他会针对你。虽然吴总也会护着咱们。哎，那琪琪你呢？我没事，但主办会计肯定要等一等了。总之，钱能追回来就好。不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也是，希光，你在管理部小心些。哦。英姐，啊，来，位置都帮你选好了，就在我旁边。说一声，主管，这是聂希光，林总让他来管理部上班。主管好。我知道，小聂是吧？欢迎欢迎。林总。林总早。林总早。林总，小聂已经正式来报道了。您看小聂的工作怎么安排好？你安排吧。其他的工作都安排下去了，档案室那边一直缺人整理，要不先安排小聂去整理一下档案室。还好，我还以为一推开门就一阵灰尘什么的呢。不至于，好不？还是有人打扫的，就是太乱了，经常都找不到要的资料，有的还没装订呢。哎呀，都是以前留下的烂摊子。主管让我们整理过一点，但是工作忙又落下了。正好你来了，我先跟你说一下怎么归类吧。然后我就得去干别的了，空了再来帮你。好。
简直整齐又美观。难道我是档案小天才？哇塞，一天功夫你整理了这么多，找到方法了。我还以为你要搞一周呢。照这样的话，3、4天就能搞完。走，下班吃饭去。我想把这些整理完，去外面的小吃店吃好吃的犒劳一下自己。还加班啊？这么拼？不是，就是强迫症犯了。再说了，现在出去吃饭肯定要排队的呀。行，那我先去小超市买2瓶饮料，回来帮你。这事我是有责任，但也是你们采购部先弄错，还催着我们加急付款的。加急？啦啦啦啦啦啦！我是档案小专家，一天到晚档案包订书机双面胶，满脸的灰尘个人笑，手忙脚乱只有我知道。你回来这么快，帮我把门口灰色的档案盒拿过来呗。林总，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以为是英杰来了。谢谢林总。你很开心？我听到你在唱歌。就是之前闯了祸，但林总你帮我们解决了，心里轻松了很多。这个马屁会不会不到位啊？要不要再来2句？整理档案虽然有点累，但是找到方法整理好，内心还是很有成就感的。天哪，姐妹，我不是故意拖延不来帮你，刚刚排队排到一半，老板不知道干嘛去了，我傻等了半天。不过，我把雨华带来一起帮忙啦。先喝点水吧。谢谢。想啥呢？你们刚刚看到林总了吗？没有啊，他早就下班了吧？他刚在这里查资料，足足待了40分钟。
林总今天居然又来了，什么资料查这么久？光伏玻璃采购合同 ，EVA 采购合同，都跟采购部有关。我就知道林总长这么帅，一定有脾气，怎么可能任由那种小人欺负到头上呢？对了，西光，你最近调到管理部的消息已经在公司传开了，延伸出好多个版本，还有人跑过来跟我套话。套什么话？就是问林总是不是亲自从财务部调了一个大美女到管理部。大美女啊？我？对呀。我们部门也有人八卦，说林总长这么帅，忽然把你从财务部调到管理部，很多人心里都很有想法。而且，你最近在整理档案，林总天天去档案室，有心之人看在眼里，能不多想吗？要不你是我姐妹，我都怀疑了。太过分了！我不允许有人这么污蔑林总。啊？你们不知道，林总天天去档案室，是有着伟大且正义的目标的。什么伟大且正义的目标？是一秘称，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。总之，林总不是那种大家猜的低级趣味的人。我和他有着共同的伟大的正义的目标。我宣布，我们是同盟。